给朕憋着！心诚则灵，越饿来的东西越硬菜。陛下，臣快饿晕了。早朝时您说午膳取消，现在连晚膳的时辰都过了2个时辰了。老臣觉得看到了先帝在招手。陛下，您确定这个法子管用吗？徐爱卿的推演绝不会错。神车的选址遵循极致渴望法则，大漠那次是因为10万大军极度干渴，太庙那次是因为朕与百官连日未尝神车之物，心中渴望达到顶峰。今日朕让全城100万百姓饿了一天，10万人集中在此静坐，这股渴望绝对能把神车吸过来。这阵仗比之前红毯排队还离谱。恭迎林老板出摊儿，林老板辛苦啦！恭迎林老板出摊儿，林老板辛苦啦！林老板辛苦啦！这皇帝是彻底疯了吧？不过，既然顾客这么有礼貌，今晚就给他们上点强度。我的老天爷！这脂肪在烈火中燃烧的味道，朕的胃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。那种纯粹的肉香，那种油脂被炭火逼出后产生的焦香，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这是刻在人骨子里的欲望。香，太香了，朕受不了了！赵长风，给钱，给钱！这串，就要这串，最大这个。臣也要跟陛下一样大的。老夫先付的钱。民女也要一份。您的炭火烤串儿配大绿棒子，500两，拿好。没有腥臊，一丝腥臊都没有，只有极致的肥美与孜然辣椒交织出的狂暴口感。这脂肪在舌尖上跳舞，这种极高热量带来的罪恶感和满足感，让朕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人间极致，这腰子简直有夺天地造化之功。爽！一口烤腰子，一口冰黄酒，给个神仙朕都不当。再来一瓶，本姑娘今晚要喝趴下。长风兄，来，今日你我2人结为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串同路。徐大人豪爽，干！10文钱就能吃到神车仙物，这辈子值了！老兄，干一串！干！
各位，10000斤肉串，10000箱啤酒，全部售空。本周营业结束。林老板辛苦了，您慢走，下周朕还在这里等您，给朕留个大腰子。恭送林老板。这还差不多，做夜市嘛，就得有这种氛围。长风啊，朕悟了，什么皇权，什么武力，在这极致的美味面前都是狗屁。以后不抓了，他去哪儿摆摊，朕就带人去哪儿排队。只要能吃上这一口，朕愿意天天给他当黄牛。陛下革圣明，不过臣觉得，当黄牛也得抢得过那帮百姓，他们跑得比禁军还快。那就扩编神车司，给朕训练一支金牌排队特种兵。全速前进！是，陛下，风浪太大了，旗舰都有倾覆的危险，不能再往前开了。滚开！神车司推算出的阵眼就在前方30里的鬼见愁孤礁上。今日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休想阻挡朕去排队，全速前进！陛下言之有理，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为了那一口鲜食，老夫今日就与这风暴决一死战。徐大人，您先歇歇再喊。您吐到我鞋上了。这天气，应该没人来排队了吧？什么味道？别急，水怪喷毒气了！陛下有毒，这绝对是剧毒！那神车今天被妖魔附体了，在烤大粪啊！不可能，神车出品必是仙物，这一定是神仙对朕虔诚之心的考验。长风，拿绳子来，把朕绑上，朕要飞过去。陛下不可，这风浪会把您拍碎的，而且那味道真的跟茅房炸了一样啊！抗旨者斩，给朕绑上！疯了，都疯了，老夫也去！民女岂能落后？老板，我来了，3000两，给我来一份儿。你们大梁人真是饿得不轻啊！拿着，先擦擦。趁热吃，脑花用勺子挖。这是猪脑，这长满刺的水果，为何闻起来如此特别？朕就是饿死，从这孤礁上跳下去，被王八吃了，也绝不吃这等污秽之物。拼了！豆腐，不，
这比豆腐鲜美100倍，这口感太滑了，太嫩了，它在舌尖上化开了。香，太香了！炭火的炙烤激发了榴莲内部所有的糖分，这口感像极品的奶油冻，不对，比奶油冻还要丝滑100倍。那种极致的甜美风仪，瞬间抚平了烤脑花带来的狂暴辛辣。这恶臭分明是鲜果为了保护自己而披上的伪装。朕活了40年，竟不知世间有此等极致的香甜。那些凡夫俗懂什么？这恶臭分明是鲜果的铠甲。哇，这口感和香气，比在群花阁吃过的任何甜品都好吃10000倍。这脑花嫩滑香辣，老夫的圣贤书又白读了，这才是人间至味。老板，再给我来10个榴莲，不，我全包了。本周极端天气挑战任务完成，库存清空。各位，我要下班了。等等，老板！救驾！老夫不会水，咕噜噜噜噜！救命！快捞皇上！抛绳索，快！去！传朕旨意，即日起大梁海军扩编，给朕造最大的船、最粗的绳索。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是朕吃不到的了。去！陛下圣明，老臣建议在船头加装防兔栏杆，还要配防水荷包。臣这就去公布传旨。今日秋猎，拔得头筹者，赏赐黄金1000两，赐号大梁第一勇士。震天怒吼！神车，神车降临啦！报，陛下，神车断魂崖上现身了，香气已经飘下来了。这是何等浓郁的油香！老夫体内的馋虫，它在动，它在撕咬老夫的胃壁。那是9宫格，是神仙用的餐具。陛下，中间那格的红油最浓，边上那几格一定是用来调味的。别废话了，抢位子！陛下，等等臣，臣有大鹅金条。老夫虽然年迈，但内力还在。
为了毛肚拼啦！徐大人，您的假发歪了。老板，9宫格朕包了，快给朕上菜！5000两一桌，食材管饱，调料在旁边自己配，蒜泥香油是灵魂。长风、徐爱卿、苏姑娘，快给老子滚上来，开锅啦！阿去！阿去！阿去！这东西怎么吃？直接扔锅里煮？注意手势，火锅的至高心法7上8下。在滚油里烫15秒，多1秒老，少1秒生。7上8下，烫15秒，竟有如此精妙之法！1上1下，2上2下，3上。嚯！妙啊，妙啊！7上8下，诚不牵我，老夫的圣贤书又白读了。朕来，朕也要7上8下！天哪，这鹅肠的脆爽，咔咔的，这肥牛的鲜嫩，直接在舌头上化开了。这牛油的味道，简直是把一整头牛的灵魂都浓缩在这一口锅里。太辣了，但根本停不下来。这虾滑弹，比御膳房的虾丸弹10倍。爽！这冰镇到极致的酸甜，乌梅的醇厚，桂花的清香，瞬间浇灭了嘴里的麻辣火焰，烽火交织，比那什么琼浆玉液都痛快。别抢朕的毛肚！赵长风，那是朕烫了7次的毛肚，你敢虎口夺食？陛下，在火锅面前只有食客，没有君臣。这片毛肚微臣要定了，那片肥油也是微臣的。放肆！看朕的御用擒龙手！趁乱捞的毛肚格外香。民女自己烫的，谁也别想抢。皇上他们在吃毛肚，那毛肚看着好脆，那酸梅汤在温嘴里碰得叮当响，俺快渴死了。老李，咱们要不要也爬上去？末将年轻时也是轻功好手。别想了，徐老头那身法你没看见？咱们爬不到一半就得摔下来。等着吧，等皇上吃完了，说不定能给咱们带点锅底下来。各位，100斤毛肚，50斤肥牛，全部售空。本周营业结束。别啊，老板，朕还没点第2轮呢，朕可以用这猎场跟你换秘方，整个围场部，整座木兰山都给你。老板，再给1片毛肚就行，1片。老板，再给1片毛肚就行，1片。老夫还没吃够。下旨，秋猎大典立刻结束。工部、户部、神车司听令，给朕在全国各大名山大山、悬崖峭壁上每隔10里就修一条平整的通天大道。朕要确保下一次无论这神刷新在哪个耗子洞里，朕的追谭大军都能在半个时辰内排着太师椅给朕排到第1位。臣这就起草旨意：第1条，凡悬崖峭壁必建栈道；第2条，凡通天大路必配太师椅。臣立刻去工部传旨。陛下，
民女建议在每座山头都备上冰桶，酸梅汤一定要冰镇的才好喝。准，统统准，走，回京。今日是重阳，重阳当吃硬菜，这神车应该给朕来点应景的。在哪里？神车在哪里？快让开道路，朕要第一个冲刺！怎么只有声音？车呢？陛下，天上。欺人太甚！这是对朕赤裸裸的挑衅！3000尺的高空，连轻功最好的绝顶高手跳到30丈也就力竭摔死了，这怎么上去？系统你大爷的，老子恐高啊！你把摊子挂在3000尺高空，谁买得起？鸟吗？朕要吃！朕今天就是长出翅膀，也要啃下那个什么汉堡！陛下，臣有办法。工部近日为了攻城，刚刚研制出了神机巨鸢，就是巨型军用风筝。只要借助点台的投石机发射，再辅以臣等绝顶内力操控，绝对能乘风而上，抵达3000尺云端。好，给朕拿风筝来！朕要御驾亲征！陛下！老夫这把老骨头，怕是吃不到这一口，就要去见先帝啦！闭嘴！为了先时，死有何惧？发射！香太香了！那股酸甜之气是续命的仙泉，再近一点，朕闻到了。陛下，那酸甜之气再解牛肉的腻，这是绝配，绝对是绝配！老板，1万两，给朕一个那个双层牛堡，救命！老夫也要加一杯那个什么柠檬茶。民女也要一份。臣带了金条，很多金条。我操！你们古代人为了吃一口路边摊，连命都不要了，航空航天技术都被你们点出来了。拿好，高空风大，小心别呛着。太浓郁了，牛肉的狂野与芝士的醇厚奶香。哇！这种极致的脂肪感，这种高热量带来的罪恶美感，大梁所有的御膳加起来都比不上这一口。别浪费，一滴都不能浪费。太好吃了！这黄色的浓浆简直是天界先知，死也值了！仙露，
这酸甜的冰水简直是配着肉饼的无上仙路啊！前一秒还是肉欲横流，下一秒就是冰雪世界，老夫这辈子值了！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这比火锅还带劲！天哪，皇上他们在云端上吃上了，皇上的脸都被酱汁糊住了。那金黄色的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还会拉丝了？看皇上那销魂的表情，眼睛都翻白了。那金黄色的肉饼一定是太上老君炼制的仙丹啊！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听说上面还有冰镇的仙露，冒着白气的。老板，再来10。各位空降兵，汉堡售空，本周营业结束，祝你们降落愉快。不，朕还没点第2杯柠檬茶。救驾！快扑祭奠！快接住皇上！快接住皇上！快铺棉被，所有棉被都铺上，算好风向，偏西风，偏西风，往西偏3里。太大了，越来越大了，他们要掉下来了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您还好吧？能听到臣说话吗？传朕旨意，即日起，大梁成立神机飞行军。下一次，就算他把摊子摆到月亮上，朕也要上去吃个痛快。快传太医！另外，去工部传旨，明日开始研制更大的风筝，能飞到月亮的。下次得多带几个杯子，这个摔裂了。罢了，3考落榜，盘缠用尽，连住柴房的钱都没了。这冰冷的人世间，也无我容身之处。冬日暖心，极品步高汤关东煮，配蜜百味暖心，万事如意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份，我好冷，好饿。趁热吃。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有吃不饱的胃。这萝卜太好吃了！他直接把汤吸进了自己的肉里，太好吃了！我还活着，我还要考状元，福袋里有鱼籽一粒一粒的在我嘴里炸开，活着真好！哟，小兄弟，味道如何？回老爷，这是学生这辈子吃过最温暖、最美味的鲜食。这汤喝下去，像是有人把炉子直接放进肚子里了，能救命啊！好，好，那我也来尝尝。这几个人不对劲啊！今天怎么突然变成乖绵羊了？摔了一跤，把脑子摔好了。老板，来4份关东煮，再加4个烤红薯。今天怎么这么规矩？以前不都是砸金票要包场的吗？摔了一跤，把脑子摔清醒了。以前总觉得天底下没有朕吃不到的东西，结果被你上了一课。现在想明白了，有些东西抢是抢不来的，安安静静排队，老老实实付钱，吃起来才踏实。原来如此，以前我总想着占有、强求。第一次在天牢吃螺蛳粉的时候，蹲在血迹斑斑的青石板上，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把你锁在皇宫里。吃食时满心暴躁，竟然忽略了这食物本身带来的安宁。烫，真烫，但真甜。
这等温暖之物，在这风雪之夜品尝，方知人间值得呀！方知人间值得呀！是啊，陛下。以前老臣在国子监门口抢淀粉肠的时候，满手红油，连如今都挤掉了。今日安安静静坐在这里，才品出这萝卜里吸满的汤汁，每一滴都是鲜甜的。陛下，民女以前为了追着神车，穿了3个月的粗布茧衣，还把群芳阁都差点开倒闭了。现在蹲在这屋檐下吃红薯，竟然比那时候的锦衣玉食舒服多了。您说奇怪不奇怪？不奇怪，以前咱们是追，现在是遇，追来的东西吃到嘴里都带着焦虑，遇见的每一口都是惊喜。说得好，遇见的每一口都是惊喜。长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臣跟林老板学的。上次在烧烤大会，林老板说过一句话：抢到的串儿不如等来的香。棒棒！各位，本周治愈夜宵售罄，下班了。林老板，多谢今日的款待。这碗热汤我吃得很是安生。这碗热汤我吃得很是安生。那就好，以后记得按时吃饭。传旨下去，臣在。从今往后，大梁不设巡车悬赏，不搞大兴土木。那些修了一半的通天大道，能用的就留着走人，还没修的就不用修了。神车降临何处，那是天地赐予那方百姓的福泽。我们这些当权的人，不该去抢百姓的福分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每天在怀里揣好铜板和碗筷，等风来，等他来。那老臣回去就把国子监门口候车亭拆了。学生们说，每次看到候车亭就条件反射的想抢位置，书都读不进去。拆！民女也在群发阁备些暖炉，下次林老板要是来，姑娘们不用再穿夜行衣去追了，泡壶茶等着就是。那臣回去把腰间的佩刀换成碗架。今日中秋，月亮倒是给面子，又圆又亮。陛下，老爷，今日中秋，您说林老板会出差吗？不可说，不可求。若是有缘，神车自会降临；若是无缘，赏赏这中秋的月亮也是极好的。是啊，该来的总会来。林老板今晚会不会把摊子摆到塔尖上去？那可不一定。上次他说过，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有吃不饱的胃。中秋是团圆的日子，兴许他会选个热闹的地方。是林老板，林老板在祈福塔顶请客啦！不要钱！我的老天爷，神仙赐福了！快，请够好的带我！娘，我先上去占位置，你们等着。哈哈哈哈哈！走吧，诸位。虽然学会了佛系，但在分文不取、权力畅吃面前，佛祖来了也得破法。臣等这句话等了8个月了。臣做梦都在想林老板的新菜式。老夫今日起得早，吃了1个月素斋清肠胃，就是为了等这一顿。灯塔吗？当年落雁峰绝壁都爬过，100丈高塔算得了什么？民女先行一步。终于要结束了。开整。
林老板，中秋安康！中秋快乐！今天不收钱，自己端盘子，烤炉左边的托盘自己拿，调料在旁边自己配。哦，这海中牛奶果真名不虚传，软嫩爽滑，蒜香浓郁，一口吞下，仿佛将整个大海都吞入了腹中，痛快！老爷，这生蚝比那次的烤大腰帽还嫩，这个是滑的，直接滑进肚子里了。这生蚝不需要牙，老夫的假牙白戴了。这羊腿肉比羊肉串厚实，嚼起来更过瘾。配上这冰啤酒，中秋的月亮好像比刚才更圆了。这位老兄，中秋快乐！干一杯！中秋快乐！大爷您先请。怎么了，林老板？有心事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今晚的月色很美。是啊，今晚的京城比朕登基那年点起的万盏宫灯还要亮。自从你不躲了，我这天下也变得有烟火气多了。以前朕在皇宫里吃御膳，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现在朕知道了，少的是这股子炭火味儿。林老板，等过了中秋，下次你想去哪儿摆摊儿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萧老兄，吃完这道甜品，记得以后按时吃饭，别总想着那些得不到的神仙车了。林老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要走？去哪儿？大梁疆域朕已全部踏平，天涯海角只要你开口，朕立刻派10万大军护送你过去。林老板，你方才传说最后一道压轴甜品，那个最后是什么意思？尝尝吧，这叫冰糖葫芦，在我们那里象征着团圆。酸与甜，冰与火。
林老板，这酸味太苦了，老夫不吃了。你别走好不好？老夫活了60年，以前觉得圣贤书就是天底下最要紧的东西，后来吃了你的烤串，那根在国子监门口抢到的淀粉肠，才知道圣贤书不是唯一。你告诉老夫这是团圆，可你人要走了，团圆在哪里？只要你留下来，我群华阁所有的财富全部可以给你，甚至我这个人全都给你。只要你留在京城，哪怕1个月只出1次摊，哪怕只卖1串烤面鸡都行。你说话呀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林兄弟，你还记得吗？在天牢那次，我以为你的螺蛳粉是毒药，拔刀要砍你的小吃车，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人弹飞。后来在雨云端吃汉堡那次，我说要用大内大刀跟你换一份，你说不收武器，只收钱。我当时想，连皇上的面子都不给。林兄弟，我求你了，你走了，我和以后漫漫长夜该怎么熬啊？非走不可吗？这几个月多谢各位的关照，你们是我见过最执着、最疯狂，也是最可爱的时刻。记住我说过的话，好好吃饭，烟火气才是这天下最长久的盛世。10、9、8。不！朕不准你走！朕是天子，朕命令你留下来！林兄弟，不要走！抓到了！大梁的饭桶们，传旨：中秋之夜，神车仙人完成此届摆摊任务，功德圆满，飞升而去。大梁王朝感念林老板数月以来赐下仙食无数，开我朝民智，暖我朝民心。即日起，尊林星河为大梁食神，在祈福塔顶立食神像一尊，向前不设香炉，不摆供果，只放一只不锈钢铁盆。每年中秋之夜，满朝文武、全城百姓齐聚祈福塔顶，以炭火烧烤、冰镇啤酒、桂花糖葫芦祭之。也许有一天，他闻到这味道，就会回来看看。那大梁第1届天下厨神争霸赛总决赛正式开始，请10强选手呈上菜品。草民凌霄呈上复刻仙品剑气碎冰冰。草民以凌霄剑意，将天山玄冰瞬间斩成108000片极细的冰沙，辅以西域进贡的红提汁，企图重现林老板那日在大漠的红糖冰粉之清凉。不错。不错，虽然没有林老板那刨冰机的绵密口感，也没有红糖的焦香，但你这纯粹用剑气斩出来的冰沙，竟带着一股凌冽的武道罡气，配上这酸甜的果汁，倒也极其解暑。剑意入冰，有点意思，赏黄金100两。老夫耗时半月练成了这道九幽黯然销魂腐肉，定能重现林老板当日在落雁峰的臭豆腐之味。护驾有毒刺客！慌什么？没出息的东西，没闻到这股熟悉的呕臭吗？这分明是得了林老板臭豆腐的真传啊！
赵长风，你先试毒。陛下，臣这是圣旨。陛下，这毒草经过高温油炸，毒性全无，竟然真的有一丝鲜美之味。那种发酵后的咸香和当年落雁峰的臭豆腐虽然差了10万8千里，但路子是一样的。好一个物极必反老毒物！你这魔功没白练，虽然没有林老板那外酥里嫩的口感，也没那灵魂大蒜辣椒酱，但你这多种毒草发酵出的闻着臭吃着香，有那味儿了，赏！民女苏清寒复个林老板的炭火羊肉串。朕仿佛又回到朱雀大街时撸串的那个疯狂夜晚。苏姑娘，你这香料配比虽然比不上林老板的1/1000，但那股子烟火味儿已经很像了。陛下，学生李七呈上用大骨和极品海带熬制的关东煮，虽然比不上林老板当年的昆布高汤，但学生这10年来每天熬一锅汤，每天都在想，怎么才能熬出那个血液的味道。李七，朕记得你那个血液在长乐街尽头，你说你要考状元。是的，陛下，学生后来考上了2甲第17名，现在在国子监帮徐大人整理典籍。但学生每天还是会去长乐街摆一个时辰的摊，就是当年林老板停车的那个位置，不是卖钱，就是想让路过的人也能喝到一碗热汤。林老板说的对，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有心了。你们一定想知道谁是今日的厨神，对吗？朕尝了你们的菜，说实话，跟林老板的鲜食比起来，老毒物的臭豆腐太柴，凌霄阁主的冰菜蛋，苏姑娘的瑶柔串不够酥脆，李七的萝卜汤少了点灵魂。但是朕在你们的菜里吃到了比鲜食更珍贵的东西，那是咱们大梁人对生活的热爱，是放下刀剑，放下仇恨，放下尊卑之后极其纯粹的人间烟火气，极其纯粹的人间烟火气。林老板走了，但他把火种留给了我们。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绝世鲜食，只要用心去烹饪，只要和对的人在街头巷尾分享，哪怕是一个烤红薯，一碗白萝卜，那就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。所以今日的厨神争霸赛没有胜负，你们所有人全都是大梁的护国食神。传朕旨意，自今日起，大梁设立铁饭晚节。每年的这一天，全国取消宵禁，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，皆可上街摆摊。朕要这大梁的夜市永远灯火通明，朕要让林老板在仙界也能看到咱们大梁的璀璨烟火。嘿，兄弟！哼！等等，有东西！画在纸上的仙石，神迹！这是林老板留下的天书。都让开！林老板说过，手打牛肉丸要打足3600下。朕就不信打不够这个数就成不了丸。陛下，陛下，大喜！通天的大喜呀！
林老板留下的，在太庙那天最上灶台碑底下发现的。这是他的笔记。不对，这不是笔记，这是仙法，是把真实的实物封印在了纸里。传徐正清，传苏清寒，立刻！这绝不是凡人的画技，老夫甚至能看到那花椒上的纹理，每一颗花椒的颗粒感都必不成冬。这是仙法呀！林老板竟然将仙境的盛宴拓印在了这等神异的纸张上。加入10克味精，50毫升生抽，180度油温下锅。徐爱卿，你是天下第一大族，你来解释解释，什么是克，什么是生抽？这180度又是什么绝世战法？陛下，依老夫拙见，这味精既然带个精字，莫非是某种妖兽的内当精华？这生抽抽者鞭打也，难道是用鞭子活活抽打出来的汁水？至于这180度，这定是指油下锅时必须站在东南方180度的方位，借天地之阳气，方能炸出酥脆的口感。原来如此，徐老不愧是大儒。那这上面写的空气炸锅，莫非是用极其深厚的内力，将空气压缩成实质，直接在虚空中炸出食物的神器？臣的万金擒龙手，说不定就是为这空气炸锅而练的。你们看这里，写着放入冰箱冷藏。这冰箱想必是一个常年装满冰雪的超级大箱子。这个我们大梁倒是可以造出来呀。工部的消食制冰机，再加个密封的铜龟子，不就齐活了？没错，林老板将这本天书留在太庙，绝不是让我们看看而已，这是他对大梁的终极考验。他这是在告诉朕，只要大梁能参透这本天书，就能将仙界的美食彻底复刻到人间。传旨，工部速集巧匠，昼夜研制空气炸锅与冰箱，不惜代价绘出图纸，户部拨银1000万，设神农卫出海寻奇草，求味精生抽仙法，天机重测180度阵法。第一个制成黄金脆皮者，封万户侯。臣等遵旨，大梁万盛，天书万盛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！大梁皇家科学院最研制人力离心式空气炸锅炸出的黄金脆皮鸡，不用一滴油，外酥里嫩，咬一口嘎嘣脆。卖快乐水嘞！西域乌梅混搭天山雪炼，加入消炎制冰机，急速降温，喝一口打嗝半个时辰，假一赔10。长风啊，你看这老王家的烤腰子。虽然祖燃的纯度比不上当年林老板的1/1000，但这火候倒是掌握的有模有样了。外层的羊油烤得焦脆，咬下去能听见咔嚓声，你听。太上皇说的是，不过臣觉得还是前面苏大老板的群花阁9宫格老火锅最够味儿。那牛油的香气，隔3条街都能闻到，勾的人走不动道。老夫道这街边的萝卜汤最抚凡人心呐！你们蒸那些烤腰子9宫格，老夫就守在这萝卜摊前。这萝卜你尝尝，炖了整整6个时辰，高汤里加了干贝和火腿。虽然比不上林老板那碗关东炖的鲜，但这深秋的夜里喝一碗下去，浑身上下都暖透了。10年了，林兄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。整整10年，臣还记得那天晚上，中秋的月亮跟今天差不多圆。林老板站在祈福塔顶，笑着跟我们说：“再见了，大梁的饭桶们。”臣当时拔刀要砍他，刀掉在地上，捡都捡不起来。老夫当时哭得跟个孩子似的，假牙都差点哭掉了，还跟林老板说：“你别走好不好？”现在想想，真是不知好歹。人家是神仙，有神仙的事要做，哪能为了咱们这几个凡夫俗子留下来？
要不是林老板，我现在可能还在那天日的青楼里，做着工人赏玩的金丝雀。哪像现在，全天下的英雄豪杰为了吃我一口火锅，还得乖乖在门口拿号排队。昨天凌霄阁主来排了2个时辰，最后因为插队被伙计请出去了。那老小子当年在落雁峰为了抢臭豆腐能把万毒门主按在地上揍，如今为了吃个火锅倒学会守规矩了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要不是林老板，老夫这辈子大概只会捧着那些发霉的圣贤书，教出一群满口仁义道德却不知民间疾苦的书呆子。哪知道这世上最大的圣贤之道，其实就藏在这一碗热腾腾的萝卜汤里。这大梁的盛世是他一手用烟火气熏出来的。林星河，你这个骗子！你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但我偏要在这京城为你留一桌永远不散的宴席。你看到了吗？这满城的灯火，这满街的炊烟，都是你当年留下的火种。我们大梁人没有辜负你，你把火种交给我们，我们就让它烧遍整片江山。陛下，这个声音，唉，系统抽风回访任务，怎么10年不见？你们几个老家伙还是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林星河，你个王八蛋！你王八蛋，给朕加3个蛋，加10根淀粉船，朕有钱，朕有的是钱。禁军听令，封锁街道！谁敢跟太上抢炒饭，杀无赦！林老板，给我留一份！老夫的，全是老夫的。10年了，老夫终于又闻到这该死的烟火气了。林星河，我要一杯奶茶，10年前的珍珠奶茶一模一样的。呵呵。